上海九龙柱被争论了20年，但对于龙柱的由来却很少有人能够解释清楚。有传闻说这根龙柱是用来镇压龙脉的，也有人说曾亲眼见到过高僧在现场做法3天3夜，最后却因为道破天机而意外圆寂。都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难道这龙柱下面真的是镇压着什么吗？你一定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桥柱，黄铜铭文，巨龙缠绕，这根柱子是显得格外的耀眼，因为它比高架桥的其他柱子都要粗得多。这个柱子就矗立在上海南北高架桥与延安高架桥的交汇之处，这根柱子被当地人称为九龙柱。关于它的来历很多的司机都能给你讲一讲，是头头是道。上个世纪我国的经济是发展迅速，其中上海便是一马当先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市政府就决定建一个深字形的交通格局，来缓解经济发展下的交通压力。然而当工程进行到南北高架桥与延安高架桥的交汇之处时，一根主桥墩的桩怎么打都打不下去。然而更奇怪的是，根据勘探结果，下面地层中明明没有水，可桩打下去之后就开始向外喷水。工人们是尝试了各种的办法，可这根桩就是纹丝不动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上级领导，在这个关键的节点，工程建设受阻，对整体进度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赶来的专家和领导眉头紧锁，他们十分的疑惑：上海下面土质松软，不可能会存在打不下去桩的情况呀。这时就有人说，这桩所在的位置曾经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公馆旧址。那杜月笙是什么人呢？跺一跺脚，上海就要地震的人。他选择建公馆的位置必定是风水很好的宝地，下面可能有什么东西守护。为了让这根桩很顺利的下放，他们献祭了一只鸡。干过工程的应该知道，一些工程遇到难题的时候，有时会采取一些特别的方法，比如杀鸡、烧纸、放炮等等。据说这样能够买通挡路的神仙。可做了这些措施之后工程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，工程进度仍然停滞，现场所有的人都开始发愁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据说他们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高僧真禅法师。据说当时法师来到现场后便露出了惊愕的表情，他告诉众人下面有条龙脉，在这里施工触犯下面的神灵呀。现在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进那根桩的，可是眼下为了造福上海的老百姓，真禅法师决定帮助施工人员。随后施工现场就被紧急的封锁了起来。传闻上海有个九龙柱是镇龙脉用的，难道是真的吗？据说当初在建设九龙柱这段高架桥时这根柱子怎么打都打不下去。为此施工队还请来了当时最有名的高僧真禅法师前来做法。据法师的指示，工程人员把整个工地全部都封锁了起来，然后法师开坛秘密地进行了3天3夜的法事。这期间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法事结束后，这根桩果然顺利地打了下去。真禅法师长舒了一口气，离开工地，特意叮嘱他们高架桥建成后要将这个桥墩装饰成龙柱，让龙与天地相通，这样才能平息龙的怒火。原本这一切已经结束了，可不久之后法师却意外地圆寂了。民间传说他做完法事之后功德已经圆满，已经得道成仙了。然而有关部门调查后发现事情并不是那样，原来这根柱子与真禅法师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而所谓的龙脉更是无稽之谈。九龙柱打在杜月笙公馆也纯属巧合，无法打入地下的原因是因为下面的地质情况复杂。一开始他们打桩方式不合适，后来他们经过反复的改进才顺利的打下那根桩。而之所以打出水，是因为下面有泉眼。而有关九龙柱上的龙纹雕刻，寻访的人员找到了龙纹的设计者雕塑家赵之荣。原来这根编号为 PM109 的桥墩建成之后，因为体积太大，灰暗的颜色容易给驾驶员造成视觉误导，所以才将九龙柱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是这座大桥有很多这样大的柱子，为什么单单就装饰这根九龙柱呢？这不由得引发了吃瓜群众们的猜测。而跟龙柱类似的还有重庆万州的青龙石，这块石头高约3米，静静地处在马路中间。这块石头的名字源于正面雕刻的龙头，尽管看起来已经不明显了。据说在修建这条马路的时候，施工方多次尝试清理石头，却发生了很多的怪事。首先，参与给石头打眼的工人接二连三的生病，
到了晚上，一些碰过青龙石的人还反复做着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有人警告他们，如果破坏了青龙石，就会有血光之灾。有个工人不信邪呀，第二天拿着锤子就砸向了青龙石，可恐怖的是，那名工人竟然当场死亡。后来这块石头就像有了诅咒一样，任何想要毁掉它的人都不得善终。施工方无奈绕开了这块石头，到现在青龙石依然矗立在马路中间。这个神秘的传说让当地人民心生敬畏，现在青龙石已经被围了起来，当地人逢年过节就会去拜一拜，祈求平安。然而时至今日，有关九龙柱和这个青龙石的传说依旧争论不断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